大家好，我是李秋月，您知道吗？2026年3月1日，一项关于美元现金的新规即将实施。如果您家中存放着特定类型的美元现钞，请务必注意，若不及时处理，它们在新规后可能面临兑换困难，甚至价值大幅缩水。我们辛苦攒下的现金，并非都安全。有些美元因历史问题或物理缺陷，正逐渐被金融体系淘汰。我是李秋月，在汇点生活为您梳理最需警惕的3种美元。一种是容颜老去面临淘汰，一种是先天不足不被认可，还有一种是伤痕累累难以流通。认清它们，直接关系到您家资产的安全与流动性。在进入主题前，如果您真的关心自家财产的安全，不想让辛劳所得因为信息滞后而蒙受损失，请先点击订阅汇点生活，并开启小铃铛通知，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未来更多关乎您钱包的实用资讯和风险预警。在这里，我们揭示那些金融机构不会主动详细告知，却又与您息息相关的财富管理真相。我也希望知道您是否愿意与我同行，共同学习守护家庭财富的知识。如果您正在观看，并且也对手中现金的安全有所触动，请在留言区输入1，也欢迎您在下方分享您的看法或经历。好了，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第一种是高龄老人1996年以前发行的，尤其是系列年份久远的小头像版美元纸币。很多老一辈的华人，或者在国内很早以前兑换、收藏美元的朋友手里，可能就有这种钞票。它们可能被精心保存在铁盒里、书本中，或者保险箱的角落，承载着一段记忆，也被认为是不会过时的财富。这些钞票纸质感觉或许和新的不太一样，上面的绿色也更古朴一些，头像和图案的细节与新版也有差异。在很多人看来，美元就是美元，不管哪年印的，都一样值钱，甚至觉得老版的更有收藏味道。但是您先别急着觉得它们是传家宝，咱们得看看全球货币防伪和流通管理的大趋势。美元虽然长期强势，但它并非一成不变。为了对抗日益猖獗的造假技术，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每隔10几年到20年就会对纸币进行重大改版升级，增加新的防伪特征，比如安全线、变色油墨等。1996年是一个关键分水岭，那一年之后发行的美元，我们称为大头像版或彩版系列，防伪技术得到了质的飞跃。而1996年之前，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70年代甚至更早的小头像版美元，其防伪手段相对简单，更容易被高仿真伪造。您想想看，对于全球的银行和货币兑换点来说，接收和处理这些防伪特征薄弱的老版钞票，意味着更高的鉴定成本，更大的误收假币风险。这就好比一家现代超市，它更愿意售卖带有复杂防伪标签、生产日期清晰的商品，而对那些包装简陋、难以辨别真伪的古董商品，自然会心生警惕，甚至拒绝接收。美联储虽然没有官方宣布旧版美元作废，它们理论上仍是法定货币，但通过引导银行和金融机构逐步将其回收退出流通，是一种隐性的清理。2026年3月1日的新规，很可能就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又一明确信号。届时，您拿着这些高龄美元去银行存款或兑换，可能会面临更严格的，甚至繁琐的鉴定程序。一些机构为了规避风险，完全有可能直接拒绝受理，特别是如果您的钞票稍有磨损，就更可能被拒之门外。这不就等于让您这部分资产的流动性大大降低，甚至冻结了吗？对于依赖现金流动性，或者准备未来使用这些美元支付学费、房款等重要支出的家庭来说，持有大量这种老版钞票，风险就在悄然累积。想象一下，急需用钱时，却无法顺利将纸币转化为账户里的数字，那种焦急可想而知。所以，很多专业的财富顾问早就开始提醒客户，
逐步将手中的老版美元置换为新版，这哪里是嫌弃他们旧，这是在保护您资产的通行能力啊。除了流通性风险，这些老版美元的收藏价值对于普通持有者来说也是个谜，除非是极其稀有、品相完好的特定版别。绝大多数流通品相的老版美元，其市场价值就是它的面值，甚至因为兑换不变，实际价值还低于面值。指望它们像古董一样升值，对于普通家庭藏钞来说，概率微乎其微。另外，还有人担心，如果未来美国真的推出更激进的新版，例如数字美元雏形显现，这些实体老钞的地位会更加边缘化。说到这儿，是不是1996年以前的美元就得马上当废纸处理呢？别急，事情总有办法。首先，最稳妥的做法是主动出击，分批置换。您不用惊慌，但需要有计划。在2026年3月1日之前，您可以带着这些老版美元前往您开户的主要银行，特别是与国际业务往来较多的大型银行，咨询存入或兑换事宜。目前大多数银行仍然会受理，但可能会要求您填写额外表格说明来源，这是反洗钱要求，正常说明即可。顺利存入账户后，您就完成了从高风险实体旧钞到安全电子存款的转化。其次，如果金额不大，也可以在可靠的货币兑换点务必选择有正规牌照的兑换成新版现金。关键在于不要等到新规落地，银行执行尺度收紧后再去处理，那时就可能真的被动了。所以说啊，想靠存放几十年不变的老版美元来保值增值，这想法在当下金融环境中恐怕要打上一个问号了。真正对财富安全负责的是让资产保持高度的流动性和合规性。下次您再翻出那些泛着时光痕迹的老美元时，心里就有数了。它们是财富的一种形式，但可能是行动不便的一种，需要您尽快帮它们升级换代，千万别让对旧物的情感变成了资产流动的绊脚石。第二种是身份存疑者，任何有破损、涂写或严重污渍的残损美元，一卷用橡皮筋捆着的钞票，里面有几张边角撕裂了，孩子不小心在钞票上画了一笔，用胶带粘贴过破裂的纸币，或者因为保管不当，受潮发霉，有顽固污渍。这些情况几乎在每个家庭存放现金的过程中都可能遇到。很多人觉得钱吗？只要主要图案还在，号码能看清，就应该还能用，甚至自己用胶带细心粘好，觉得恢复了原状。您看，我们对待破损的纸币，就像对待一件有点小瑕疵但仍可使用的物品，充满了修补再利用的节俭智慧。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银行和验钞机对于纸币的品相要求，可比我们日常生活中严格得多，甚至可以说苛刻。这话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得知道，现代银行的现金处理高度依赖高速点钞机和清分机，这些机器不仅数钱快，更承担着鉴伪和分拣品项的核心任务。它们通过磁性、光学、紫外等多种传感器来验证纸币的真伪和完整度。一张有撕裂，哪怕粘好了，有涂抹，有较大面积污渍或褪色的钞票，很可能会干扰机器的正常识别。机器可能会将其判定为可疑或残损，从而卡住或吐出，导致整批存款或清点过程中断。您想想看，如果您去银行存一大笔现金，里面夹杂了几张这样的问题钞，整个存款流程就得暂停。柜员需要手工处理这些钞票，进行人工鉴定。这不仅大大降低了效率，更重要的是，根据各国央行包括美联储对金融机构收兑残损货币的规定，银行有权拒收不符合标准的钞票。标准是什么呢？通常要求纸币的完整性必须保留一定比例，例如大于 50%， 且主要防伪特征、序列号、面额数字必须清晰完整。您自己用透明胶带粘贴的修补，在专业看来可能破坏了纸张的原始结构，甚至可能被怀疑是为了掩盖故意损毁或拼接伪造。听着是不是挺麻烦？
这还不算最糟的，更关键的是，2026年3月1日的新规，预计会进一步严格化和标准化金融机构对现金事宜流通性的审核要求。这意味着，银行在接收现金时，会将品项作为一项更重要的合规指标。对于那些身份存疑、品项不佳的钞票，银行为了自身合规和操作效率，极有可能采取更直接的措施，直接拒收。您可能不得不将这些钞票带到更专门的机构，如美联储指定的代理机构去申请兑换，而这个过程可能耗时耗力，并且对于严重损毁的，可能只能兑换部分价值，甚至不予兑换。您看，这不就是晚一步，积蓄恐变废纸，最可能发生的场景之一吗？除了被拒收的直接风险，持有大量残损美元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方便。很多海外的自动售货机、停车场缴费机、加油站自助支付等，对纸币的品项要求也很高，残损超级易被退回，这无形中给您的现金使用带来了诸多不便。听着是不是觉得以前太不把这些小毛病当回事了？那手里有破损的美元该怎么办呢？当然有办法，只要咱们记住几个关键点的：一、及时处理，不要拖延；发现破损、污损的纸币，不要在货好前混放，单独拿出来。第二，处理方式要对路，千万不要自己用胶带、胶水去粘贴修补，这几乎是自杀式的处理方法，会大大增加被拒收的概率。正确的做法是，如果破损不严重，比如只是轻微撕裂，没有缺失部分，可以将其平整地夹在书本中，保持清洁，然后尽快去银行尝试存入，向柜员说明情况，由他们进行专业判断。如果破损严重缺角，烧毁一部分，污染严重，就需要查询您所在地区的美联储或指定银行的残损货币兑换政策，按其要求提交申请。第三，预防剩余治疗。储存现金时，使用干燥的钞票夹、钱箱，避免潮湿、虫蛀、折叠过度，这才是保护您现金健康品项的根本。总而言之，残损美元就像身体上的小伤口，忽视它，可能引发感染被拒收；胡乱处理自己粘贴，可能让情况更糟。用对了方法，及时就医银行处理，就能化解风险。只要咱们掌握好保存和处理的知识，就没必要因为手头有些旧钞就过分担心，但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第三种是神秘来客来源不明，无法提供合理合法取得证明的大额美元现金。这一点可能是最敏感，但也最至关重要。有些朋友可能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家中存放着相当数量的美元现金。这些钱的来源也许是多年前的生意往来、亲友馈赠、以前的工资结余，或者是更早时期的兑换。时间久了，具体的凭证可能早已丢失，只剩下这些绿色的纸币本身。在很多人的朴素观念里，钱在我手里就是我的，觉得只要不是偷抢来的就没问题。那厚厚一沓现金带来的踏实感，是数字账户无法比拟的。但是现代金融监管和反洗钱法律可不这么看，这大额现金到底是安全资产还是潜在麻烦？里头又藏着什么我们普通人容易忽略的法规雷区？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监管，尤其是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法规，这些年已经严密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银行等金融机构被法律赋予了一项重大责任，叫做了解你的客户和报告可疑交易。当您试图将一笔大额现金存入银行时，银行有义务询问您这些资金的来源。这不是柜员好奇心，这是法律强制要求。您需要提供一个合理、清晰的解释，并能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如以前的取款记录、历史收入证明等来佐证。如果您无法提供，或者解释不清，这笔存款交易就会被银行系统标记为可疑。接下来可能会发生几种情况，最简单的，银行可能出于合规风险拒绝本次存款。更复杂的，银行在依法接收存款的同时，会向该国的金融情报机构提交一份可疑交易报告。
这笔钱乃至您的账户就会进入监管视野，您可能会被要求配合进一步的调查。您看，这不就事与愿违，存钱不成，反招来关注了吗？另外，2026年3月1日的新规很可能会与更严格的现金交易报告制度协同。美国本身就有现金交易报告制度，对于单笔或关联交易超过1万美元的现金存取，银行必须向财政部提交报告。而新规可能会促使银行对任何大额现金，尤其是来源证明薄弱的现金，采取更为审慎甚至先发制人的规避态度。对于本身就有复杂跨境背景的华人家庭来说，处理来源证明不清的大额现金，风险系数更高。真正棘手的不只是处理程序，而是背后潜在的税务与法律风险。若无法说明现金的合法来源，税务机构可能视其为未申报收入，从而引发税务稽查、补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法律后果。对于正在办理移民、留学或重大资产交易的家庭，突然存入无法解释来源的大额现金，也可能直接影响签证、绿卡申请或交易审查。因此，在全球监管环境下，持有大量来源不明的现金本身就是高风险行为。问题不在于钞票新旧或品项，而在于其法律上的清洁度。那是不是家里有来源说不清的大额美元就得提心吊胆了呢？也不是。对于历史遗留问题，关键在于重建证据链和合规化处理。所以您只要秉持诚实、积极主动的原则，一般能找到解决路径。当然，这可能需要您多费些心思和时间。首先，尽力回忆与搜集，尽最大努力回忆这笔钱的原始来源，并寻找任何可能的间接证据，如老账本、记事本、相关时期的银行流水、亲友的证言等。即使不能完全还原，一个清晰的、合乎逻辑的说明框架总比记不清了要好。其次，专业咨询，如果金额确实很大，情况复杂，考虑咨询律师或税务顾问，了解在现行法规下最稳妥的申报或处理路径。他们可以指导您如何准备声明文件，以符合合理解释的要求。第三，小额分批处理需谨慎，千万不要为了规避大额报告，而故意将钱拆成很多笔小于报告门槛的金额分次存入。这种行为被称为拆分交易，本身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一旦被发现，后果比一次性申报严重得多。总的来说，来源不明的大额现金，传统观念和现代金融监管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审视，指望他们静默的值不靠谱，一不小心还可能引爆合规与法律的隐形炸弹。与其忐忑地持有神秘来客，不如主动面对，通过梳理和咨询，将其纳入阳光之下，这才是真正让财富安枕无忧的根本办法。好了，朋友们，关于2026年新规下需警惕的3种美元、高龄老钞、残损病钞以及来源不明钞，就分享到这里。金融风险往往藏在最稳妥的现金细节里，它们背后有严格的金融逻辑，却容易被日常习惯忽视。那么，家里还能放美元现金吗？当然可以。本次分享并非制造恐慌，而是希望大家能正确识别手中现金，主动管理，提前规划，远离可能贬值或带来麻烦的资产。记住8个字：审视存量，规范增量。可以持有现金作为安全垫，但需定期检查其版本与品项，并确保新增现金来源清晰，记录可查。配合银行合规询问，保持透明记录，才是对财富的真正负责。过去储存现金是应对环境动荡的智慧，而在当今数字支付主流、监管精密的时代，我们应将其升级，以更合规、流动、安全的方式管理资产。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本期内容对您有切实的帮助，仿佛给家里的钱袋子做了一次重要的体检，请不要吝惜您的点赞支持，并请务必将它分享给您关心和爱护的，
同样可能在海外持有美元的家人和朋友们。如果您想继续获得更多像这样经过梳理的、实用的，能真正帮您守护家庭财富的信息，请您一定订阅汇点生活频道。我是李秋月，我们下期再见。